今天呢，我们来讲肉莲花法器。通常呢，我们也叫它肉莲花。有108个喇嘛，要经过9981天，还要有冰火2重天，还要有9炼9制，还要设少女歌联。这些词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又到底有多残忍呢？其实这个肉莲花被世人知道呢，是因为749局。因为当年有一个地方叫做东贡陀寺出过一个大事情，然后呢749局去调查后，然后顺藤摸瓜才知道有这样一样邪祟的法器。那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就说在这个寺庙里边，同时死了108个喇嘛。这个喇嘛死的时候呢，又很奇怪，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殖器呢给割了下来。然后呢，再说这个生殖器，它还经过防腐处理，又是药吧，又是水吧，反正等等吧，一系列的防腐处理呢，后来被压在了那个浮屠的下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件，然后749局进去调查了，所以后来大家才知道了有肉莲花法器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肉莲花它长什么样子呢？它其实不是单纯的一个东西有的人是说有2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它就是单纯的一个东西，这样一个东西它就叫肉莲法器。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它是说它会被镶嵌在用人的大腿骨做的一个法器的上面。那大腿骨出来有一面是粗的，有一面是细的，它镶在了那个粗的上面。那这个整体呢叫做肉莲法器。那这2种，那无论是哪一种吧，都需要用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肉莲。那肉莲是什么呢？它就是女性的那里就是那个部位因为一些敏感的词我就不说了，大家都能理解。那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子或者是女士都可以用来制作呢？那不是的，它这个是有有一些要求的，或者说需要一些缘分的，也就是说让人家看得上的才可以不是你想去就去是这样的。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少女。首先这个少女她要有年龄的要求有的版本是说她要到12到16岁有的要说呢12到18岁。但无论是无论是哪一个区间吧，我们都知道她都是小姑娘，她都是很小的小姑娘，就是我们像说那个花，正是花骨朵一样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小姑娘一定是处子之身，那不能结婚，也不能生育过，因为这个密宗里面来说，如果不是处子之身的话，那他们相当于有邪祟、邪神入体了，那就不能用了，这个法器就不灵了就是有这样一些思想在那人选好了以后就要制作肉莲花了嘛，对不对？那是要怎么做呢？这个呢，我们回到开头说的有一个108个喇嘛。这个喇嘛，这108个喇嘛为什么来到了东贡陀寺呢？他们来干嘛来了呢？他们呢是来这个制作肉莲花的第一步要叫做神处穿联。这108个喇嘛都是来和这个少女做融合的。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借着宗教的名义来占便宜的，来白嫖的但宗教里不是这样说的，就是我通俗的解释一下是这样说的。但他们呢不是这样的，他们其实要借着神给他们一个指示，然后他们要借着自己这个身体去完成，再去融合，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个喇嘛呢其实是这样的。那个少女是怎么样的呢？少女呢其实是在一个大厅里边，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厅呢在最中间，把这个少女绑在那里，然后一个大字形绑在那里，然后赤身裸体光溜溜的就绑在那边。然后这108个喇嘛呢就围着这个少女坐下来入定做这个打坐入定。然后等到哪一个喇嘛有了神的指示，有了反应，那就去做融合。那这个过程持续多久呢？这个过程持续要9天。然后什么样子算达标了呢？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让我们说，就是用这些喇嘛的精华滋养之后呢，要充盈，要膨胀要生发通俗一点意义上解，就是你摩擦太多了肿的肿，出血的出血，皮开肉绽的感觉吧。然后就是
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大家想一下，那是最娇嫩的肌肤，你想一下，这个小姑娘是遭了多少的罪？就是你说到这里，就是有那种无力感，就觉得哎呦太残忍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没办法，就是会发生过啊。然后呢，就是说不知道当时这个事情制作这个过程进行到第几天的时候呢，就出现意外了。那大厅里面就打起来了，就大家呢就是争着抢着去融合，然后打起来了，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当时的我们说有一个可能像主持或者是住持这样的人物嘛，发现这件事情已经失控了啊，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了，已经没有按照正规的流程再走了，然后他就大喊了一声，他说邪神入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们有邪神入体了啊，再这样下去，对宗教也不好，对这件事情也不好，对你们自己也都不好了。然后呢，这些喇嘛就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听着这个住持喊了一声之后，就嗖下，所有人都拿出来一个小匕首，咔一下啊，就把自己的生殖器给割了下来啊，就是说要把这个邪神要斩断啊，等于就是说为这个宗教啊，为这个信仰献身了。也是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太惨烈，死亡人数太多，所以当年才惊动了749局，所以才被记录了下来啊。然后呢，就是说刚才说到中间是少女，然后旁边是108个喇嘛，然后喇嘛的最外面呢，其实还是据说是也有一圈肉莲花在里的，就是它相当于一个法场一样的，是这样想。你想想那个画面有多诡异的一圈肉莲，然后喇嘛，然后一个赤裸裸的少女，就是这样的一个邪祟的画面吧，应该说啊。然后呢，这一步呢，其实就是制作肉莲花的第一步，叫做神处穿莲啊。那说句题外的，那为什么喇嘛就是被邪神入体了呢？按理说都是有些修行啊，有些道行的喇嘛，他们的定力应该是可以的。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们自己动的邪念，就是在这个过程自己控制不了了，然后动的邪念，所以大打出手，互相争夺，这是第一点。第二种说法呢，是说刚才说到有一圈的过往的肉莲法器在那里，然后这些呀，其实都是饱含了，都是可以想象都是一个一个的少女。然后这个少女呢，当年经过精神的肉体的双重摧残，然后呢在制成那一刻，那个怨气，或者在死亡那一刻的怨气就跑到那个肉莲里面去了，所以他们再启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这个怨气就被激发了啊，所以他们就是怨气上身了。听到这里呢，就是有一种不舒服啊，非常不适，就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其实后面的还能颠覆你的想象，这才是其中的一点啊，第一步那如果刚才讲到的是这些中间出的意外，其实这个神处穿莲这一步呢，相当于是失败了。那如果没有失败的话，接下来要进行什么呢？接下来进行第二步，叫做百毒沁莲。怎么个弄法呢？就是让这个少女双脚岔开躺在一个有点倾斜的这个凳子像椅子或者是床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莲要这样敞开状态要露出来，那为了随时给莲上毒这个过程呢要持续9981天期间要用各种的毒虫毒草毒汁来炮制这个莲。那你比如毒虫里面有蜈蚣蛇蝎子蜥蜴蜘蛛等等这些，然后这个毒草里边曼陀罗夹竹桃等等吧，反正我们能想到的就总归用在你身上都是非常不适的东西来腌来刨这个莲。就是据说以前失败的一些少女活下来的在那里说，就是说每天想死，就是我想死是一种奢望。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个少女躺在这里，就是你想象不到明天用什么新花样来折磨你，她就充满未知的恐惧，也知不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她也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就是你眼泪哭干，心如死灰，你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尸体了。那百毒沁莲其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它要硬，
它要黑，它要定型啊，经过这么多，然后还有呢，就是它要不烂，就是经过这样的这么多毒之后呢，就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防毒性吧，我们这样想啊，是这样，这是第二步。那第二步结束之后呢，就来到了第三步啊，叫做冰火九重啊，我们叫冰火九重啊，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又有冰又有火，你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次呢也没有让你失望，又来新花样了。什么新花样呢？他们把这个少女啊固定在一个瓮上面，个瓮就是我们难理解，就是你理解成缸啊，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容器，只不过这容器呢，它的肚子比较大，它的口比较小，刚好让这个莲卡在这个里边，然后底下啊用来用冰用火啊，然后呢坐在这个上面之后呢，干什么呢？这9天，白天烤，晚上呢要冷却。烤是用什么烤呢？用樱桃木来烤。那烤的时候呢，不能焦，不能熟啊，但是呢还要让它有这个形状，有这个实质性的变化，这个火候控制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他们也真的是有点本事，有点技术在身上的啊。然后白天烤完之后呢，晚上就要用来冷却。那关于冷却这个部分呢，其实说法不一啊，有的人是说。有一种说法是说，把你整个下身就晚上都让你浸在冰水里边，这样达到冷却的目的。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刚才这个瓮里边白天不是放这个火在烤吗？晚上的时候就放一盆冰，然后用这个冰器用来做冷却，这样呢就是说它的效果呢会就是说就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效果啊，就是用这种。但是就是这种呢，就是说少女在上面肯定备受煎熬，那你烤着你又不能抓，你凉了你又不能去捂啊，你就是只能这样，哎呀，就是相当于我们下半身不能动，然后还很难受，你就只能扭动自己的上身或者是摩擦什么的来缓解痛苦。这样呢，就折腾了9天下来之后啊，这一步又结束了。在这个全程的过程中，他都不允许你死掉。因为你死了，这个法器的制作就要宣告失败了，所以他都尽量保证让你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受罪。那这一步要干什么呢？就第一步呢，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定型，保证以后无论春夏秋冬啊，无论热还是冷的时候，它都形状不会变。那还有一点晶莹剔透的感觉，透明的感觉啊，这个第3步就可以了，就达标了，就合格了，就要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叫什么呢？叫割莲。其实说割莲啊不太正确，我们可以理解成叫什么？捏下来，就是这里有个东西，我把它捏起来啊，有点这种感觉。因为这个莲现在虽然长在人身上，但是它神经等等都已经死了，它其实是一个死物。但是你要把它摘下来，摘下来的时候呢，有2点：第一，不能见血；第二，不能见肉啊。所以就是摘的时候也要有点技术的，就是技术活，就是要什么样要得到的老喇嘛来做这个事情，他用什么？他用手去按，这样一圈一圈一圈，一点点一点点，就这样一点点去按，然后慢慢按，相当于然后就给它摘下来了。这个过程中人也是不能死的，人一旦死了就要宣告这件事情，这个法器制作失败了。那这个莲割到之后呢，不是说马上就能作为一件法器了，还有一步是什么呢？还要找这个就是说地位比较高的德高望重的老喇嘛用来盘它，就是我们说现在经常大家说的，我买个手串我来盘到什么样呢？盘到光滑锃亮的圆润的才可以啊。这个过程呢，有的是说只要到了这个程度了啊，这个法器就制作结束了。那也有的是说要盘9年，要整整9年，盘好了之后才能作为法器使用啊。那盘好的这个法器相当于啊，你镶嵌也好，你不镶嵌也好，这个法器制作成功了。那绕了这么大一圈，费了这么多周章，那81天加9天加9天，经过了99天的制作，然后又经过9年的盘制啊。那这个肉莲法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其实它是用来行咒的，诅咒的咒
所以它的制作过程就是这么的扭曲，这么的邪恶，这么的残忍。因为行咒的东西，我们这样说，极端点说，它不是用来做好事情的、正能量的事情的。所以它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它这个咒气是干什么呢？就说配合上他们密宗的一套仪式咒语等等的，它能达到换命换气运或者是颠倒人生等等这样的诅咒的作用。这个呢就是这期说的肉莲法器的内容。